把这一集看完，你会对自己与世界更清楚。第一，你会发现，你以为你在看整个世界，其实你看到的可能连1%都不到。第二，你会慢慢看懂，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其实都跟你的内在状态有关，是一种投射。第三，当你的状态开始改变，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也会随之被重新定义。你不是要成为光，你只是要记起自己本来就是光。你准备好了，正片开始。今天讲的那个题目是你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你被允许看到的最低版本。这一次不是人系列的第3堂课，我会分大概3个层次去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我们能够承载的最低版本。宇宙其实没有限制你，宇宙只是根据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念，把我们能够接受的版本投影到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的周围。那不是我们看不到，也不是我们就是触及不到，而是我们还不能够承载更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承载承受的这个状态的那个版本，而这个状态是最低的版本。我们的目标就是从最低版本去走向真正的高版本的现实。这一切它其实是不需要努力的，它只需要醒觉觉察就可以了，跟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的修炼修为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是我现在所深信的一个样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它不是全部，它只是我们能够被允许下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从来不是在看世界，我们是在看什么？是在看我们的情绪，看我们的记忆，看我们的创伤，看我们的恐惧，看我们的期待。世界只是把这些透过外在的事件呈现给我们而已，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在看世界，我们看的都是我们反射投射的能量跟我们散发的能量。那能量是什么？情绪、记忆、创伤、恐惧、期待，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才是我们的世界。世界它不是100%的在线，就是我们的大脑它会过滤到99%的东西，我们的大脑大概只会让我们看见1%我们想看见的。那为什么它会过滤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们很难去承受这么多的未知，所以我们的大脑它会自动过滤，你会看不到，你会选择不相信，你会忽略它，你会不这么的重视。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1%的一个样态，而那个样态是很微弱的光。那我们看到的它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景象呢，是我们的能量允许我们能够看到的程度，所以是以我们自身为主。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这个世界真的是只有你自己。你可能会对某些人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伴侣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工作的同事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人生不满意，你会对很多种种不满意。那我们都会找到那个对象去抒发我们的情绪，然后认为那个不满意的存在的人事物才是在拖累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去设计这个剧情，而我们太投入了，忘记我们是设计剧情的设计者、创造者。我们太投入到我们以为只是这个剧情的角色，忘了我们自身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宇宙永远都比我们看得到的还要更大、更多、更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以现在的能量能够允许看到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会被限制？宇宙其实并没有限制我们，宇宙它其实是来保护我们的，让我们不要被太过真实的一个概念强度给震碎。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可能还没有达到他理解自己是本自具足的状态，所以如果马上跳跃到那个真实现象，他可能无法理解就会选择拒绝。我们的大脑会有保护机制，我们的大脑不是为了让我们觉醒的，我们的大脑是为了让我们纯粹的生存，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会去做哪几件事？他会做3件事。第一个就是丢掉不习惯的资讯。我们对某些东西是不习惯的，你只会专注你想专注的，其他不是你专注的，你可能不太关心，甚至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全方位都可以容纳所有的资讯的，但是因为我们被集体的意识所灌输的，一定要达到专科才是专才专用。那我们因为相信了这个剧情，
所以我们都选择用专科分门别类来去成为一个人的角色定位。大脑会去丢掉我们不习惯的资讯，所以你可能就会把一些你觉得不习惯的东西，它不会真的进入到你的脑海中。再来是隐藏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有些东西是我们现行无法理解的，你的大脑也会因为知道你不理解，所以它会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什么？我们也许对隐藏的现象会产生未知的恐惧，所以就把它封闭，把它关闭。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保护。大脑的目的就是来为我们做生存用的，求生存，好好活着。如果我们每天活在恐惧当中，可能有一天会灭亡，所以就会把它隐藏掉、屏蔽掉。因为我们对未知是不确定性的，通常以集体意识来看，都会形成恐惧。比如说你走在什么路，然后是你不曾走过的，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小心，那你可能就会去循着你的习惯去走你经常走的路径回家或者上班。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说你要常常换不同的路径，让你的能量能够去做一些开启，是这个概念。我们以为的世界这是我们能够安全活下来的最低版本，这是大脑对我们的限制，它其实是大脑对我们的保护。再来是情绪的限制，我们的情绪就是现实世界的亮度。我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是宇宙在我们身上做的能量实验。这个在上一堂课有讲到了，情绪只是透过我们的人这个的导体形成的一个能量试验或是能量振动，所以你会感觉到情绪，但是情绪并不是你。那我们越低频，这个世界就越暗；我们越高频，这个世界就越亮。你很沮丧，你的世界都是暗暗的。你很喜悦，很高频率，你的世界都充满光，这是情绪的限制。所以情绪会决定我们看到世界的解析度。比如说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会很小；那我很恐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很危险；那我们很安定很安心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开了。所以我们不是被困住，是我们把世界的亮度调低，因为我们以为情绪是自己的，然后把亮度随着情绪忽暗忽亮，忽暗忽亮。再来是集体意识的限制，就是我们可能打从出生就有的一些人类的观点，比如说赚钱很辛苦，世界很危险，不要去陌生的地方，要努力你才能够得到，你要得到一个真爱它不太容易，金钱是有限的，你要付出你的智慧、你的体力、你的劳力等等，还有一些交换的一些想法。从我们出生就被一直不断的灌输，比如说东西你不吃，你就会下地狱，吃不完的东西就会一直轮回的吃，你会很多很多这种想法，这个都是人类的共同信念，它也会形成集体意识对我们的限制。这些都是我们出生后被灌输的这些软体。那我们以为的现实，很多都不是现实的本身，它只是人类集体的设定。我为什么都一直跳脱出来讲这些东西，讲软体，讲设定，讲这些程式？因为这个都是游戏，这个都是故事，这个都是剧情，它不是我们自己。那你越跟自己说明，你越能够脱离那个游戏的角色，你就更中性的知道你是谁，最终你会知道你是谁，而脱离整个游戏。那现实是如何生成的？宇宙不是一个物质世界，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意识运算场。虽然我们会碰得到、摸得到、吃得到、闻得到、听得到、看得到、感觉得到，但是那个是你大脑经过你的讯号的反射给你的所有的体感。这在科学界已经有这样子的科学论述了。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其实都是大脑的讯号，让你以为你其实是碰得到的，你其实是吃得到的，你其实是闻得到的，它都是大脑不同的讯号搭配着我们其他器官运作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物质世界，它是我们巨大的意识运算场。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观点呢？在我的信念层里面，它就是一个意识的样态，并不是我是身为人的样态而活在地球中。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人类的躯体是有限的。那我们不是在经验这个世界，就是体验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运算世界。很多的城市在跑着，我们是运算世界。所以世界的生成有几个样态，就是能量的频率决定我们能够打开哪些现实的档案。如果我们是高频的样态，我们就能够开启更多的档案，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那越是低频的，我们看到都是困难。那实际上世界并没有变，而是我们本身改变了。我们改变了，世界就跟着改变，所以世界是因为我们而改变的。那我们是因为情绪而改变，那情绪就是能量的样态。那信念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导入到那个光景，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越相信什么，我们就越能够看到什么。比如说，如果我们很深信这个世界是很难的，
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替我们去找出很难的证据，然后让我们体验。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辛苦，我们的大脑它就会去找出辛苦的证据让我们体验。因为大脑要跟我们同步，我们就要活着，这可能是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体验辛苦。如果你觉得辛苦的话，那大脑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创造辛苦的证据给你，让你看到、摸到、尝到、听到、感觉到，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相信机会很多，那大脑也会替我们去找每个角落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机会，就是完全的看我们的意识的决定。那行为决定我们留在哪个现实版本。比如说，即便我们下载了高维版本的这些样态，你把它下载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每天活的还是跟旧版本的样态一样，那其实我们还是会停留在旧版本，我们并没有因为下载高维版本而真的跑到变成高维，并不会，直到你深信为止。所以有些人他做了一大堆下载，他好像没什么改变，或是他很快就回到那个生活样态，是因为他以为他下载就完成。我们的显化并不是大脑所想的，我们的显化是我们内心所深信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显化。所以宇宙不会看我们说什么，宇宙会看我们是活成什么，就是我们真正的行动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展现。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看到最低版本，就害怕承载不了？宇宙是来保护我们的机制，怕我们的系统无法承载而爆掉，所以就会把很多的东西做遮蔽，让我们不太能够看见。当我们的意识稳定度不够，宇宙就更不可能让我们看见更高版本的现实。所以我们会因为被自己的力量吓到，可能会撑不住，可能会觉得太脱离现实。我们的宇宙可能会先给我们最低的版本，再测试我们的稳定度，看我们会不会被情绪绑架，看我们是否会崩溃，看我们能不能够稳定。这是宇宙的一个脉络。你去做疗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样态。比如说我们在做疗程，或者是灵性课程，或者是你开始做疗愈了，那你会透过你的冥想，然后你可能会去解决你的业力，或者解决你祖先层、你的前世等等发生的事情。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的你，可能是你的祖先，可能是你，还是谁谁谁都有可能。你透过这些事件，透过这些剧情，然后去测试你的稳定度。你有没有因为这些事件会影响到你？比如说，我的祖先因为杀了人了，或者是我的前世就是一个屠夫，一天到晚在杀动物，所以我现在就是来还债的。这个就是会测试你的稳定度。你如果看到那些低版本的剧情，如果影响到你，你如果不能够稳定的话，那你就会被这个情绪给绑架。比如说，我前一世是个屠夫，我都是一天到晚在杀猪杀鸡。那这一次我是来还债的，我是被动物憎恨的，所以我运势都不好，我都做什么都不会成功。那你就会被这种很低迷的情绪绑架，直到你可能会崩溃。这些都是最低版本的模式，而这些其实都是剧情，它并不是真的真相。所以当我们在那个最低版本维持觉察的时候，宇宙才会慢慢开启高版本的自己。觉察它不需要特别的聪明，也不需要特别的有智慧，都不需要。它只是停留在那一个当下，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极限，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安全模式。我今天分享的对我很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业，我其实脱离很多我以前的安全区。那我现在的安全区跟舒适圈是我所深信的，我的世界一切都是光明，一切都是安全的。所以我去很多国家，这样到处爬，到处飞。以前是会恐惧的，现在其实没有恐惧，觉得很平常。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很喜欢这个工作的样态。那我们如何升级现实的版本？就是第一个停止去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眼前看到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它只是被暂时被我们自己载入的版本，就是现在的安全模式。那只要我们开始愿意不再相信这些限制，我们就能够离开这个最低版本。第二个，不要用情绪去定义世界，情绪不是我，情绪只是正在通过我们这个肉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频率。你不要觉得情绪是你，当你能够在有情绪的那一刹那，你问你自己，情绪是我的本质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你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分别了。情绪是你的扮演的其中一种人格，但是你的本质是圆满具足。那你就问你自己，你的本质是什么？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本质是圆满具足美好的存在，那你就会跟当下情绪做脱离，立马就脱离了。我们如果产生情绪的负面，去做疗愈的目的也是要跟负面情绪脱离嘛。那你如果能够问到这个问题，你就即刻脱离，不是一样的结果吗？
就是因为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不需要中间比较繁琐的过程。不是否定疗愈无效，而是我们的肉身体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造。那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不再跟情绪合并，就是你不再成为情绪的本体，你可以脱离情绪。所以我们越不把情绪当成自己，你们的世界升级的越快。第三个，问自己改变命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是活在最高版本了，我会怎么看待现在的事件？比如说你遇到了困难，或者你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你问自己，我现在如果是最高版本，那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或是我现在回到我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状态，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或现在的事情，或现在的情绪？你就会有答案了，就朝着那个答案前进。如果你觉得它很难，你就尽量的先去勉强自己相信它不会很难，勉强到花一点努力，那你就要跟你自己的内在沟通。我们在以前下载了太多的情绪论，太多的族群意识，所以现在你要抽离的时候，会跟那些原来的能量做抵触。我现在的是一个论述，但它不是真相，因为我理解这些都不是真相，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努力，我也不用去说服自己。以前我不理解我的本质才是真相的时候，我必须要很努力的疗愈，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去说服自己，所以我以前做疗愈疯狂的猛烈。现在因为我相信我的本质本来就本质具足，所以你就不需要努力了，你就相信了，中间就没有努力的过程，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以我现在理解，不需要花时间，你下一秒钟下一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功，而且非常成功，因为我已经把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认真的相信他是我的镜像，他只是我的镜像的投射，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人的身份，但是我相信我是成功的，我相信我是本质具足的，因为我相信我的本源是这个样态，我反射投射出去的所有任何事件都是本质具足，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成功。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观点跟我现在的一个信念。你现在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当你以为你正在看这个世界，你看到很多人，你看到很多国家，你透过电视你听到很多的讯息，实际上不是我们在看世界，实际上是我们在看自己。所有投射出来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本源的投射。你看到的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件，你看新闻发生很多很多事情，那都是你的能量投射的样态。所以不是看世界，是看自己。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能量乘上我们的信念，乘上我们的情绪，乘上我们的创伤，乘上我们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我们的组成的剧场，就是我们的世界。世界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是无限的，但是宇宙呢，它只会把我们能够活得下去的心理不会崩坏的那个部分呈现。你看得到的东西是你能够接受的，因为大脑会自动隔离或是摒除我们无法相信的，或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你会不常看见那些东西。为什么？是为了求生存。大脑的目的不是让你觉醒，是为了求生存。重点不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最高版本，而是我们可能承受不了那个最高版本，因为它可能离我们现在所想的有点跳跃，或是有点不切实际。达到不切实际，你可能就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相信，你可能就不会去接触它。就好像我们以前在上西塔疗愈的时候，上到 DNA 4的时候，比如说水的味道改变，汤匙可以弯，小风车可以转，就不用碰撞，小风车可以左旋右旋。那不了解的人说怎么可能？他如果没有受过这一系列的课程，或他如果不是那么相信的，他会觉得我们荒唐，大脑就会直接关闭了，就不接受了。宇宙的选择是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会以最小、最安全、可生存的模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除非我们能够承载更多的容量，我们就能够升级、升级再升级。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困境、难题、停滞，都是宇宙的测试题。就是困境、难题、停滞，它也是情绪的样态。你会透过人产生情绪，你会透过事件产生情绪，那它只是在你这个肉身体的场域的能量震动，但它不是你。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跟自己这样讲。如果你遇到了情绪的感觉，你就停下来问，它只是这个情绪在我身上产生的震动，但情绪不是我。我的本质是本质具足，或是我的本质是救急无限的美好，马上就跳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在最低版本能够依然的保持觉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自动升级，不需要老师导引，不需要课程。你的开悟不是谁给你
点醒的，是你本来就是那个无上智慧的本体，所以你不需要别人点你开悟，只是我们被剧情所遮蔽了，我们以为我们在扮演着还未开悟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早就开悟了。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看到最低版本？有3个限制器。第一个，大脑它只会去处理我们1%的真相，我们的大脑它会自动的去丢下哪些资讯，就是我们没有能力理解的，或者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那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跟我们的信念是完全不符的，跟我们的情绪不匹配的，会让我们崩溃的，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摒弃。或是你接触到了，你很快就会逃离拒绝，我们会自动的被大脑一直带到安全区。那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外界，其实是我们看到的自己的习惯的一部分。你习惯吃什么东西，你习惯走什么路径回家，你习惯往什么地方走，你习惯坐车坐什么位置，你习惯穿什么衣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界全部都是习惯。为什么有些老师会让我们打破习惯？你可能要走不同的路径，你家的摆设可能要稍微变动一下位置，让你能够跳脱出来习惯的样态，因为习惯也是限制的一部分。第二个限制是我们的情绪会调整整个世界的亮度，所以我们以为情绪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不是情绪的本身，那情绪只是宇宙在我们身上做的能量测试。当我们的情绪是低频的，我们的世界是暗的，那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可能会觉得完蛋。当我们的情绪是中频率的，你可能会看到世界是灰色的，你可能看到它是有限制性的可能，它并不是无限可能的。但是当我们的频率是高频的，你可能看到世界是亮的，每个都是机会，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情绪是影响我们点亮我们世界的亮度，它就是一种限制。你的世界的亮度是由情绪控制，还是由你的意识控制？如果我们还是被情绪绑架，世界就永远不会升级。所以当任何的负面情绪或是低频情绪、恐惧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现在这个情绪是我人格扮演的情绪，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问自己就好了，你就会脱离了，瞬间就脱离了，比你去冥想疗愈还快哦。我遇到现在的障碍、现在的困境、现在的恐惧、现在的愤怒，是我人格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会有答案的。你的本质永远都是本质具足的圆满，那只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去扮演不同的情绪，形成人格角色。所以不要太贴近那个剧情，太贴近剧情就以为我们是那个剧情的角色，无法跳脱出这个游戏本身。如果你能够常常的遇到了情绪的状况，包括很喜悦的时候也是，觉得你遇到很好的事情，你就问自己，现在是我的人格在扮演遇到好的事情，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本来就圆满具足，所以我遇到好事是正常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好运或者好事不常发生，你是很幸运的。你要知道，幸运是不常见的，在我们的信念中，你就会真的创造幸运不常见。但是如果你停下脚步，我现在遇到这么幸运的事情，是我的本质，还是我在扮演幸运的人格？如果你能够理解它其实是我的本质，我本质本来就是幸运的本体，你就天天都幸运。不论你遇到好事还坏事，你都可以停下来，就停下几秒钟，你问自己，现在是我的人格在扮演什么样的情绪角色，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有答案了，你就会瞬间脱离。所以你不会因为你想要去追寻善而去修炼自己，你也不会因为你要去避恶，所以你会去抗拒恶的存在，你会维持中性，你会维持一元。这才是一气光性的讲的东西。第三个限制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会把我们困在最低解析的地球版本。那我们可能在出生后就会被自动安装，被自动载入。你不够好，你要努力，遇到很好的爱情是要运气的，钱很难赚，世界是危险的，所以你要很谦卑，你要很谦逊，你不可以太外放，你不要太过度的相信自己，你会很自大自满，不要太过度的自信。这些全部都是集体意识的限制，包括小我，包括高我，包括浮流意识，全部都是集体意识。我本质具足，我就是圆满具足的状态，我本来就是究极无限的美好，就是只有个答案，没有其他答案的。如果你清醒了，你就可以玩你的游戏，你就可以成为你自己游戏的创建者。你不一定要玩灵性的游戏啊，你可以玩你变大老板的游戏啊，你可以玩你是成功角色游戏，你可以任意变换角色的。所以我们在出生前、出生后会被自动安装集体意识啊，不够好啊，需要努力啊，赚钱很辛苦啊，世界很危险啊，你需要谦卑啊，你不要太过高傲啊，这都不是你，这是人类的集体意识，但它不是你，或是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编码程式。实际上我们是活在人类这个物体的集体版本，要升级怎么办？脱离集体意识，
脱离这个软体就升级了，或是你看穿这个软体你就升级了。遇到什么样的情绪，你就问自己，现在这个情绪，不管是愤怒还是低潮，还是如果这个是我的人格扮演的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马上立马就分出来了，你立马脱离那个情绪。疗愈的结果就是让你维持内源的状态，醒觉，不要被情绪左右嘛。那你能够问你自己的问题，你就直接打入那核心的，你干嘛要去做那么多疗愈呢？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第7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